新疆小祖宗这个词啊，这两天在网上火了。话说前几天啊，乌鲁木齐市的这个疫情发布会上啊，有个政府官员义正言辞的在那说啊，这个大家呀买这个宠物用品不方便的话啊，可以打电话啊，叫新疆小祖宗宠物用品商店，您去购买。近期居民还关注宠物用品的购买，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搜索新疆小祖宗宠物用品店。说句心里话，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有点哑然失笑。为什么呢？你想，新疆小祖宗这几个词啊，在政府官员在严肃的疫情发布会上念出来，您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很大的违和感呢？是不是觉得很有黑色幽默啊？但是真正黑色幽默的还在后面。后来是新疆小祖宗这家企业就用了新闻发布会上的推荐嘛来做的广告，而且在做企业广告的时候呢，还把这个其他两家企业给剪掉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咱们新疆小祖宗宠物用品的。现在在咱们乌鲁木齐区域的宝贝们呢，可以正常的咱们下单了，然后咱们可以是全程的乌鲁木齐同城派送啊。于是网民就不干了。你想啊，大家都在说啊，这小祖宗可真够厉害的啊！到底谁是这个小祖宗啊？新疆的小祖宗啊？或者说这小祖宗的背后到底有一个什么祖宗啊？或者说政府部门是不是就是这个小祖宗的祖宗啊？或者说是不是什么祖宗才是这个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祖宗啊？总而言之吧，祖宗一词儿现在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要说老百姓的怀疑有道理，一个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会，你讨论的是疫情什么时候解封，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状况怎么改善，怎么帮助老百姓就医，怎么能够让这个疫情能够控制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间，你突然冒出一个小祖宗来，你啥意思啊？是吧？你这个跟这个企业啥关系啊？所以这个事情就立刻就发酵了。然后乌鲁木齐的商务局就出来解释了，说啊，我们考虑到人民群众生活比较不方便嘛，是吧？然后呢，有宠物用品的需要，于是呢，我们就筛选了3家企业，然后呢，推荐给大家。为了方便大家使用，就在疫情发布会上通知大家。然后紧接着，市场监督局又出来了，光就给这个新疆小祖宗直接罚款50万，吊销了他保供企业的资格，处罚不可谓不重啊。但是老百姓并不领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老百姓啊，他那个处罚上说啊，说这家企业是违反了什么不正当竞争法，明明实际上是3家，你把它减掉了，变成了1家。其实问题的核心是这个3家还是1家的问题吗？不是啊。老百姓的疑问是什么？他说：第一，政府部门你的新闻发布会，你为什么要给这3家企业打广告啊？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在这个疫情期间观看率极高，每个人都非常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你给企业打广告，你啥意思啊？你跟这企业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不合适嘛？如果你真想方便企业和老百姓，你可以帮助其他的企业完善所谓的现在的物流系统、快递系统，让千万的企业可以自动的为普通老百姓提供服务。说实在的，类似于像宠物用品的这种东西，还需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专门搞专供吗？不需要啊。你政府部门只要不制造障碍，这些商品的供应其实没有任何问题。你首先是把这些快递企业都掐了，你把道路都封锁起来了，然后你留了3家，然后你让他们来给老百姓供货，你想想老百姓能不认为这里有问题吗？对不对？这里所以说1家和3家不是核心呐，核心是你为政府部门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到底何为呀？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这3家企业怎么产生的？你招标了吗？评估了吗？那市场上提供这个宠物用品商店的这千百家呀，乌鲁木齐市我估计没有1000家，几百家肯定是有的，更何况这3家企业里头，我们查了一下，有1家还是深圳的呀。那如果从全国范围来看啊，那我觉得这个里头可能有个几千家、几万家都不止。那这3家怎么就入了你们商务局的法眼的呢？你发通知了吗？你有招标吗？那么老百姓自然的就会产生联想，你这3家企业跟你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不一般，这是我们正常的联想，对不对？而且我看了那个商务局的那个公告，他也没解释他为什么产生的这3家企业。这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他们没有回答，他只是处罚了这家企业，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处理这些问题一贯是什么？避重就轻嘛。而且这家企业说实在的啊，挺硬气啊。当时人家质疑他的时候，人家那个企业人在网上怼网友呢。我跟你们说啊，没关系，你们想骂，那你们就骂我看你们骂的快还是我拉黑的快啊？有本事你们啊，就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圈子就这么大。乌鲁木齐其实从疫情发生到现在啊，已经封了将近100天了，从8月10号开始，普通的老百姓苦不堪言。说实在的，其实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保障起来的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经济，叫什么？叫做所谓的疫情经济，或者叫保供经济。我们在讲到新疆通行证那一期，我们讲到一个话题，说通行证其实分为2种，一种呢就是新疆老百姓到内地去需要一个通行证，还有一个通行证叫保供通行证。这个保供通行证啊，不仅仅新疆有，全国其他所有的封锁的城市都有。它是指什么意思呢？它是指啊，政府部门把这个城市静默了，一般的企业没办法送快递了，对不对？但是普通的市民生活还是需要有一些基本保障的，比如说吃菜呀、米呀、面油啊这些东西啊。那怎么办呢？政府就给少数企业颁发一个保供企业的通行证，也就是说，别的企业不能送，这些企业的车可以上路，可以把他们的物品送到小区，送到小区之后再去分发，这里面利益巨大呀。所以嘛，不要说是什么我画大怎么样，好吧？我还就画大了。如果你们谁在群里面在那挑事儿，今天的蔬菜包就没有你们的。现在谁能把菜联系到小区，谁就牛，知道了吧？你有钱都没有办法买到菜，所以嘛，不要把你的那个情绪带到这个群里面来。你们可以生气，想干嘛都可以。那蔬菜包是决定权在我手里，所以嘛，想生气生气，好吧？你生你的气就可以了。你有空在这里面唧歪歪，你赶紧去订菜去吧啊！你们这几个我已经记好了，好吧？我的蔬菜包，我联系的蔬菜包就是要给那些我不认识的，然后需要帮助的人，好吧？我不想跟你们在这儿废话。有人给我们爆料啊，就讲啊，一张保供企业的汽车通行证啊，在很多地方炒到5、6万块钱一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想想，其实，在你不能跟其他人交易，只能跟这些少数企业交易的过程中间，这些企业是有巨大的商业利益的。要知道，新疆现在其实在封锁期间啊，很多人买的这个菜呀、买的这个物品呐，要比平时你在网上买的贵得多。比如说一条烟100块钱，但是呢，你往往拿到手里要150块钱。比如说一袋大米，网上买80块钱，但是呢，他们给你送到家里面，送到楼下要95块钱。那多出来的钱是哪来的？就是这个保供经济产业链上的。但问题是，这些保供企业跟政府部门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清楚。也就是说，这些什么企业可以进入到保供企业的名单，可以拿到这个通行证，没有人讲。那么拿到这个通行证，名义上实际上是不需要花钱的，但市场上却炒作起来这样的有这个所谓的保供企业的通行证的价格，这些钱到底流到了什么人手里呢？我们经常说啊，有寻租的地方就有腐败，这腐败啊，其实会渗透到方方面面。不仅仅包括到我们人普通的吃住行，就连宠物也是这些腐败的载体。其实今天这个新闻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近期居民还关注宠物用品的购买，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搜索新疆小祖宗宠物用品店，可以进行购买，并全程配送。Hello， 大家好，我是咱们新疆小祖宗宠物用品的。现在在咱们乌鲁木齐区域的宝贝儿们呢，可以正常的咱们下单了，然后咱们可以是全程的乌鲁木齐同城派送啊。这个新疆小祖宗这家企业啊，背景啊其实还并不简单。有人好事者一查，就发现这家小企业的经营者呢叫步延斌，但是这个步延斌的背后啊有一个叫高伟的人。这个高伟呢，早年呢在新疆是做这个淘宝村起家的，卖一些农产品。
然后呢，他名下一共有十几家企业。这不言斌的这个企业呢，出了事儿以后啊，这媒体记者就采访他们。接受采访的并不是这个所谓的新疆小祖宗，而是一家叫青鱼老弟的企业，姓杨的人接受采访。这姓杨的人，这个青鱼老弟啊，其实跟这个所谓的新疆小祖宗这个企业之间并没有所谓的关联。那为什么他接受采访呢？我们不知道。而且我看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还是以我们企业这个名义来接受采访的。去企查一查呀，发现高伟啊，这个不言斌呢，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姓杨的这个青鱼老弟这些企业，用的电话号码全是一个。很可能的是啊，这些企业其实就只是一家企业。那么这家企业涉足的内容就非常广了，就既有比如说农产品的销售啊，母婴用品的销售啊，甚至包括这个宠物用品的销售。也就是说，在疫情期间，这样的企业不但没有受影响，反而获得了大发展。甚至还有人说，这企业好像还涉及到核酸检测。说到核酸检测啊，大家都知道，那也是另外一个特别赚钱的行业啊。那么这也就是说，社会在一方面的封锁，另外一方面在发财。一部分人在发财，发所谓的疫情财，社会的灾难财，这是老百姓最为不满的地方。你想一想，疫情持续这么长时间，很多人被封在家里，动辄封了100天，很多人没有饭吃了，没有工作了，但是呢，他们还不得不花着高价去购买自己平时的生活用品，没有选择，你只能买他们的。我跟你们说啊，没关系。你们想骂，那你们就骂我。我看你们骂的快，还是我拉黑的快啊？有本事你们啊，就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圈子就这么大。这就是新疆今天的社会现实，当然也是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说到新疆啊，我们今天还要说新疆的另外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20条颁布以后啊，全国各地啊，陆陆续续，这首先防疫的这个程度在降低，很多地方也在解封，但是新疆呢没什么变化。我们看到的是啊，新疆有些所谓的高风险地区啊，在调成低风险，但是即便是低风险，新疆的人给我的反馈是啊，也不能出去，封锁依旧。还是过去的那种方式，不能随便出城，不能随便出小区。有些人还在被转运，有的人还被拉到方舱，有的小区里头有些人逼迫不过去，还在甚至跳楼。半夜来敲门拉我们，我也没开门。今天现在又打电话威胁我，今天不去要明天拉的糊涂币啊！我们好好的人为啥要往方舱拉呢？啊，是不是要把我们拉出全部感染呢？我老公成这个样子，哎，脑出血，变态，孩子还在家上网课，你们要把我往死里给你们赶了，你们今天赶了，你们就来，我也不要赶了，我也能撞死你们到面前，我跟你们说。就在前2天，新疆的一个社区里头，一个3、4岁的女孩子从楼上跳下去了，非常幸运啊，这个女孩子没有死，但是腿被摔断了。这个小区的人把那个视频发过来给我看。那个小区的当时啊所传来的那种凄厉声啊，也真是让人动容。还有更奇怪的，就是一些新疆人想要举报这些政府部门防疫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可笑之处啊、不合法之处、不合规之处啊，但是呢，他们的电话却被有关部门掐掉了。他打到了中央有关部门之后，再去打的时候就再也打不通了。打到当地的投诉电话再去打的话，也再也打不通了。啊，我现在跟你说，我打的北京的啊，0101232打了，0101212388我也打了，啊，北京说管不了，我把我给北京打的电话这个录音发到我们微信群里面，小区群里面了，我发了，发了，现在我的这个199的这个号，打你们12345也打不通，打那个北京的电话也打不通。好，没办法，我换一个手机号，打北京的电话也打通了，打你们的电话也打通了，啊，这是什么？这是
你们网警把我的个199的号给我闭屏了吗？我咋打都打不通那个199的号，打你们12345啊！我现在换这个手机号给你们打，马上就打通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更重要的是，就在昨天，这个网上还出台了一个公告，就新疆处罚了3名这个叫恶意刷屏的人。事情呢是11月12号这一天呢，这个国务院的联防联控小组搞这个新闻发布会，宣布啊，就全国各地这个20条的规定嘛。新疆有一些老百姓啊，他们想要让全国各地的人，尤其是国务院的人，知道新疆所出现的种种的人道灾难，也包括现在不合理的防疫措施。但是呢，他们又不敢直截了当的表达。大家都知道，新疆这个地方跟全国其他地方比起来，那个对普通老百姓的控制要严得多。所以这些人呢，就在国务院联防联控的新闻发布会下刷乌鲁木齐几个字。没有其他的信息，仅仅就是刷乌鲁木齐几个字。但是呢，这几个人后来都被新疆的公安机关立案抓了起来。罪名是什么？罪名就是恶意刷屏、寻衅滋事。乌鲁木齐4个字啊，都成了敏感词，都成了寻衅滋事的罪名。那乌鲁木齐我们该怎么称呼呢？是不是以后乌鲁木齐改名字叫西部某中心城市呢？我看网上已经有人打了，叫5617乌鲁木齐，5657是吧？以后把乌鲁木齐就叫5657，荒谬吧？可笑吧？生活在乌鲁木齐的城市不能叫自己的城市的名字。其实除了这个国务院的联防联控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以外，乌鲁木齐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下，老百姓也有人问什么时候解封？问什么时候解封这件事情总没有什么罪过吧？结果呢，小编当时也非常紧张，说各位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如果你们一直刷屏这个问题的话，我只能把评论关了。还有很多乌鲁木齐的人，还有很多新疆的人，就去淘宝的各个空间、各个直播间去刷乌鲁木齐，别的都不敢说，就只敢刷乌鲁木齐几个字。我看把有些那些直播主啊，刷的眼泪都下来了。真的是没有办法再一直刷屏，但是因为我们也需要点时间，我真的很难过。我觉得你们，他们知道在中国的新疆啊，这些老百姓啊，过着跟内地不同的生活。如果说内地的老百姓受苦受难呢，新疆的老百姓受苦受难的程度应该是内地老百姓受苦受难的程度的平方。很多内地人知道，但他们爱莫能助，所以有的人看到这些直播间里刷的这些屏幕啊，他们没有办法，但有的人在那里也跟着流泪。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评价这件事情啊，我只想说，大家都知道新疆啊是自治区，怎么理解自治区？自治区的含义啊，让我现在看就是中国的法律在新疆没办法实施，不能实施，无效。20条已经规定了，但是新疆不执行。7+3改成5+3，它执行了吗？它没有执行。高风险改成低风险，5天没有所谓的阳性就改成低风险，他们执行了吗？他们没有执行啊。那么熔断这样的措施，他们执行了吗？他们也没有执行啊。随意转运隔离这种措施啊，不能随意转运隔离这种措施，他们执行了吗？他们同样没有执行啊。就是这种情况，你是国务院的规定，他也不执行，你又怎么着呢？当然，我并不认为所谓的这其实就是国务院是好的，这新疆底下的人不执行啊，我并不这么认为。没有国务院的默许，新疆的这些施政者他也不敢这么做，是吧？就是中国的这个权力体系下，上上下下都认为像新疆这样的少数民族就是特区的，就是特殊，他们可以不执行内地的法律和政策。所以在我看来，什么叫自治区？自治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在这里无效，他们有一套独特的适合他们自己区域的法律。这些法律不是更保护他们的自由，而是更限制他们的自由。不管是维吾尔族人，还是哈萨克人，还是蒙古族，还是汉族，他们在今天的新疆都在被特殊对待。古人曾经说过一句话，是吧？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其实今天的乌鲁木齐何尝不是如此啊？内地的这个疫情状况已经慢慢开始放松了，但是这里寒冬依旧啊。90多天了，哎，我们是人，我们是人，我们是人，不是羊，不是牛，我们是人。我给你们说一下，我们是人。我们最后给你们说一下，我们是人，不是羊，不是牛。我给你们说一下，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给你们说一下，我最后给你们说一下，我不害怕。